我被老公和小三陷害，法庭判决我净身出户，从不说话的自闭症儿子，在法庭上背出了民法典，老公当场吓傻了。我叫沈若棠，结婚7年，被丈夫顾晨舟和小三联手做局，净身出户。签协议那天是个阴天，民政局门口的梧桐树叶子全黄了，风一吹就哗啦啦的往下掉。顾晨舟穿了件深灰色的大衣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看起来和7年前在婚礼上跟我交换戒指时一样体面。他把笔递给我的时候，手指修长白皙，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，说出来的话却让人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。若棠，公司现在欠了3000万的债，你签了这个协议，债务就不用你承担了。你看在念舟的份上，别追究了。他叫我若棠，7年了，他叫我若棠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平时他叫我哀，后来变成孩子他妈，再后来变成了你。只有在需要我签字，需要我让步，需要我把自己仅剩的那点东西拱手让给他的时候，他才会叫我若棠。我那时候是信的，我真的信了，不是因为蠢，是因为爱过。爱过一个人，就会在他身上留下一个滤镜，哪怕他把刀架在你脖子上，你都会觉得他是有苦衷的。更何况那时候我刚刚结束为期3个月的陪护，念舟在北京安定医院做第4轮康复评估，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，瘦了15斤，整个人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，随时都会断。顾晨舟打了15个电话催我回来签字，说他找到了新的投资人，只要我的名字从公司股东名册上拿掉，资金就能进来，公司就能活。他说，你不想看到我一无所有吧？念舟的治疗费还要不要了？这句话击穿了我最后的防线。念舟？对，念舟。只要念舟的治疗费有着落，我什么都愿意签。于是我签了。笔落下去的那一瞬间，我听到一个很轻的声音，像是纸张被撕裂，又像是什么东西断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我最后的尊严和7年的青春一起断裂的声音。顾晨舟拿过协议书，看都没看我一眼，转身就走了。从民政局出来，他上了那辆新买的黑色奔驰，车牌号我还记得，是顾念舟生日的数字组合。他以前说这个车牌是为了纪念念舟的出生，多深情啊。后来林婉清的朋友圈里晒了一张照片，那辆车停在他家楼下，配文是接宝宝放学，定位是上海浦东某国际幼儿园。念舟3岁确诊那年，顾晨舟说公立幼儿园挺好的，没必要花那个冤枉钱。我抱着念舟蹲在路边，兜里只剩87块钱。87块，其中一张50的，一张20的，一张10块的，一张5块的，还有2个钢镚。我把它们一张一张的摊开，数了3遍，确认自己没有数错。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我卡里还有2万多，但那是在共同账户里。签完协议之后，共同账户被冻结了，我的手机收到了银行的短信通知，尊敬的客户，您尾号3827的储蓄卡交易功能已被限制。他连那2万块都没给我留。念舟靠在我怀里，不哭不闹，安安静静地看着对面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。他对运动的东西有特殊的兴趣，车轮、风扇、陀螺，可以盯着看很久很久。医生说他这是在通过视觉刺激来调节自己的感官输入，是一种自我安抚的方式。那天他盯着一个方向看了很久，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
顾晨舟的车刚好消失在路口的转角处。我不知道念舟那时候在想什么，但我后来知道他没有在看车，他在看车牌，他在记那个号码。他只是用看车轮这个自闭症孩子常见的刻板行为，掩盖了他真正在做的事情，一个5岁孩子不应该具备的超乎常理的精准观察和记忆。念舟今年5岁，确诊自闭症2年。诊断书是北京安定医院出的，厚厚一沓，4纸订了20多页，每一页都盖着鲜红的公章。评估结果那一栏写着中度自闭症谱系障碍，伴有语言发育迟缓和社交功能严重受损。医生把他所有的评估结果一项一项念给我听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像被泡在冰水里，从头顶凉到脚底，眼神接触回避，对名字无反应，语言理解能力明显落后于同龄人，表达性语言几乎为零，刻板行为明显。沈女士，您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这个孩子的语言功能可能永远都不会发育到正常水平。我问他，那他会说话吗？医生沉默了很久，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，有些孩子终其一生都不会说出一个有意义的词。那一年念舟3岁，他会发的音节只有 a 和 m， 但他从不会把 m 和我联系在一起，他只是无意义的重复这个音，像一只小猫在叫。我无数次在他面前说妈妈，指着自己的脸，一字一顿的教他。他看着我的嘴型，看得很认真，然后张开嘴，发出一个模糊的，就没有然后了。医生说他有轻微的构音器官障碍，口腔肌肉的控制能力比同龄孩子弱，但更主要的问题是他不想说。自闭症的核心障碍之一就是社交沟通障碍，他看不到说话这件事的意义。对他来说，语言不是沟通的工具，而是一种无意义的噪音。他不需要告诉我他饿了，因为他会自己去厨房翻东西。他不需要告诉我他疼了，因为他会默默的哭，不发出声音。他不需要叫我妈妈，因为他知道我会一直在，不需要确认。我一直以为是这样。顾晨舟在念舟确诊之后态度就变了。以前他只是不太管孩子，偶尔抱一抱，逗一逗，虽然笨拙，但至少是个父亲的样子。确诊之后，他开始躲，回家越来越晚，应酬越来越多，偶尔念舟哭了，他会皱眉头。有一次，念舟在饭桌上把碗摔了，他直接站起来走了，门摔得震天响。后来婆婆来了，事情变得更糟。婆婆看到念舟的诊断书，第一反应不是心疼孙子，而是质问我，你们沈家是不是有什么遗传病？我父母在我大2那年出车祸，双双去世，这是我心里最深的伤疤。他一刀就精准地捅了上去。我没忍住哭了。他说，哭什么哭？生了个不正常的还有脸哭？顾晨舟全程站在旁边，一个字都没说。那天晚上我抱着念舟哭了很久，念舟被我抱在怀里，身体僵硬得像一块木头。他不喜欢被拥抱，触觉敏感让他对任何身体接触都产生强烈的抗拒。但那天他没有挣扎，就那么直直地挺着，让我抱着。我哭完之后看着他，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看着我脸上的眼泪，慢慢地伸出一根手指，戳了戳我的脸颊。然后他把那根手指放进了自己嘴里。这是他唯一会做的事情，把一切东西都放进嘴里，不是吃，是感知。医生说这是他探索世界的方式，他通过口腔的触觉来获取信息。但那天我总觉得不太一样，
他看我眼泪的那个表情，专注的不像是在探索世界，更像是在试图理解一样他从未见过的东西。妈妈为什么会流泪？这个问题他不知道怎么问，因为他不会说话。但他记住了，他记住了眼泪的样子、触感、味道，然后在法庭上还给了我。他用那种我从未听过的清晰的一字一顿的声音，把我和他之间所有的沉默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响亮的回击。离婚官司打了3个月，第一轮是财产分割。顾晨舟的律师在法庭上拿出一叠厚厚的文件，说我名下没有稳定收入来源，说我没有固定住所，说我靠娘家接济度日。他不知道我父母早就去世了，或者说他知道，但故意在法庭上提出来，就是为了让法官觉得我是个无依无靠的可怜虫。他还说我在婚姻存续期间未尽到合理的经济管理义务，导致家庭资产缩水。我坐在原告席上，手指紧紧攥着衣角，指甲嵌进肉里。这些都是谎话。6年前顾晨舟创业，启动资金500万里有200万是我卖掉父母留给我的房子凑的。他写了一张借条，说3年内还清，那张借条至今还在我手里，纸都发黄了。他的公司能活下来，是因为我在家带孩子，打理一切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。现在他反过来咬我一口，说我未尽到合理的经济管理义务，但我说不出话，不是因为我理亏，而是因为我没有证据。7年婚姻，我没有记过一次账，不是因为懒，是因为信任。我把所有的银行密码都设成他的生日，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他打理。我以为这就是夫妻，你信我，我信你，不分彼此。现在他把不分彼此变成了不给你留1分钱，我拿什么跟他争？法官问我对财产分割方案有没有异议的时候，我张了张嘴，声音却卡在喉咙里。我该怎么说？说我老公是个骗子。法官看过的案子比我吃过的盐还多，这种话他大概每天都能听到。没有证据的空口白话，在法庭上等于放屁。第1轮官司我输了，判决书上写着夫妻共同财产已分割完毕，被告顾晨舟向原告沈若棠支付经济补偿款30万元。30万，7年青春，200万嫁妆，加上我没日没夜的拉扯孩子，操持家务，最后折价30万。回到出租屋，我把判决书撕了，蹲在地上哭。念舟在墙角搭积木，一块一块的搭，搭到12层的时候轰然倒塌，然后他重新开始搭，不厌其烦。我哭完之后去洗澡，水开到最大，淋在脸上，分不清哪些是水，哪些是泪。出来的时候，念舟已经不在墙角了，他坐在我的床上，面前摊着那本我从书架上拿下来的民法典。我愣了一下，走过去想把书收走，我怕他撕书，他以前撕过好几本了。但走近了我才发现，他没有在撕，他在翻，一页一页的翻，速度不快不慢，每翻一页都会停几秒钟，像是在看什么。我说：念舟，该睡觉了。他没理我。我叹了口气，把书从他面前抽走。他的手指还保持着翻页的姿势，在空中停了1秒，然后收回去，乖乖躺下，自己盖好被子。我关灯的时候，听到他发出一个很轻的声音，像是背，又像是闭。我没在意，以为他只是在发无意义的音节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在背民法典。他看了3个月，每天晚上趁我睡着了之后爬起来，摸黑翻那本书。他不需要灯，
他的记忆力是视觉型的，看过一遍就能记住，翻页的动作只是为了确认自己没漏掉哪一页。3个月后，第2轮官司开始，这一次是抚养权争夺战。顾晨舟换了律师，一个专门打家事官司的老手，据说胜率90%以上。对方的策略很明确，把我说成是一个既没钱又没能力的单亲妈妈，把念舟说成是一个负担沉重的特殊需要儿童，最后得出结论：孩子跟着我没有未来，跟着顾晨舟至少有钱治病。顾晨舟的律师在法庭上念了一长串我的罪状。沈女士没有稳定工作，靠打零工为生，没有固定住所，租住在城乡结合部的一间出租屋里，没有足够的精力和专业知识照顾一个特殊需求的孩子。而我的当事人顾先生名下有3家公司，年收入稳定在300万元以上，可以提供最好的医疗资源和教育环境。他念到一半的时候，念舟开始不安。他坐在旁听席上，身体前后摇晃，嘴里发出嗯嗯的声音。法警看了他一眼，顾晨舟的律师看了他一眼，全法庭的人都看了他一眼。我知道他要崩溃了，陌生环境，嘈杂的声音，太多人的注视，这些都是自闭症孩子的触发因素。我举手请求休庭5分钟，让我去安抚孩子。法官正准备点头，念舟突然安静了，不是慢慢安静下来的，是一瞬间，像有人按了暂停键，他不动了，不摇了，连呼吸都变轻了。然后他从旁听席的椅子上滑下来，稳稳地站在地上。他穿着我早上给他穿的那件蓝色卫衣，袖子有点长，他把袖口往上拽了拽，然后开始往前走。他走过第1排座位，法警伸手拦他，他绕开了，动作很灵巧，不像一个5岁的自闭症孩子，倒像一个在操场上躲人的小学生。法警又拦了一次，这次他停下来了，抬起头看着法警。法警大概1.8米几，念舟才到他膝盖上面一点。他就那么仰着头，用那双黑漆漆的眼睛看着法警，看了大概3秒钟。法警的手松开了，我不知道是法警被他的眼神镇住了，还是被别的东西镇住了。总之，念舟继续往前走，穿过整个法庭，走过原告席，走过书记员的桌子，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证人席。他爬了2级台阶才够到椅子，然后转过身，面朝法官，坐了下来。整个法庭安静得像坟场。念舟坐在那把宽大的椅子上，2条腿悬在半空中晃了晃，然后不动了。他挺直了腰板，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，就像我在家教他的那样。念舟，坐要有坐相，手要放好。他从不理我，我以为他没在听。他听了，记了，而且在最需要的时候用了。法官率先反应过来，清了清嗓子：“法警，请把这个孩子带下去，这是法庭，不是。”念舟开口了。民法典第1062条，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，为夫妻共同财产，归夫妻共同所有：工资、奖金、劳务报酬、生产、经营、投资的收益、知识产权的收益、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，但是本法第1063条第3项规定的除外，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。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。他的声音不大，奶声奶气的，带着5岁小孩特有的那种软糯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，在死寂的法庭里回荡。法官张着嘴，话说到一半卡在喉咙里。
书记员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，忘了敲下去。顾晨舟的律师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文件掉在了地上，他没有捡。念舟没有停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继续背。第1087条，离婚时，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，协议不成的，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，按照照顾子女、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。对夫或者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，应当依法予以保护。背完了，2分钟，2条法条，一字不差。原文是300多个字，他一个停顿都没有，连标点符号的节奏都把握得精准无比。我在听的时候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他什么时候学会的？他怎么学会的？他从哪看到这些文字的？他才5岁，就算他认识字，他也不可能理解这些句子的含义，更不可能知道在什么时候背出来。然后他做了第3件事，他转过脸，那张小小的、苍白的、平时没有任何表情的脸，对准了旁听席第2排的某个位置。所有人都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林婉清坐在那里，穿着香奈儿套装，手里拿着一个爱马仕的包，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。念舟指着他，声音忽然变得清晰而有力，他把钱藏在那个阿姨的银行卡里。我看到号码了。旁听席炸了。林婉清猛地站起来，椅子哐当倒地，他的脸白得像纸，嘴唇在抖，声音也在抖。你胡说什么？你这个。法警过去按住了他的肩膀，让他坐下。他坐下了，但身体还在抖，手紧紧攥着包带，指节泛白。顾晨舟坐在被告席上，脸上的表情我一生都不会忘记。那不是愤怒，不是惊讶，是恐惧，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、无法伪装的、最原始的恐惧。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，像是在说什么，但没有声音发出来。他的右手不自觉地伸向口袋，那是他放手机的位置。我知道，因为他每次紧张的时候都会摸手机。然后他把手抽出来，放在桌面上，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抖。法官敲了法锤，连敲3下，肃静，肃静。念舟完全不受影响，他开始报数字，一个接一个，不快不慢，像一个银行柜员在念账号。24张银行卡的卡号，每张卡号19到21位不等，他全部背出来了。每背完一张卡，他会停顿1秒钟，然后说下一张，然后继续。农业银行尾号4321，卡号622848001234567889。下一张。建设银行尾号8765，卡号6217001234567891。下一张。工商银行尾号。没有人打断他，不是不想打断，是不能，因为每一个数字都太精确了，精确到不可能是编造的。一个5岁的孩子，就算是个天才，也不可能凭空编出24组符合烂算法的银行卡号。这些号码一定是真的。背完卡号，他开始报转账记录。12笔，从2年前开始，第1笔是念舟确诊后第3个月，金额80万，收款方是一个叫上海晚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账户。第2笔120万，第3笔90万，第4笔每一笔的日期、金额、收款账户，他全都记得。他甚至记得每一笔转账的附言，货款、咨询费、服务费、
顾晨舟找了各种各样的名目，但念舟不管，他只管报数字。最后他说，那个阿姨的房子在浦东新区锦绣路338号某某小区7号楼1602室，爸爸带我去过，门牌号是金色的。顾晨舟彻底瘫了，他整个人靠在椅背上，头仰着，看着天花板，喉结上下滚动。他的律师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文件，凑过去跟他耳语了几句。我听不清说了什么，但我看到顾晨舟摇了摇头，幅度很小，像是连摇头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法官当庭宣布休庭，责令重新调查财产。审判长摘下眼镜擦了擦，戴上之后又看了念舟一眼，那一眼里有太多复杂的情绪，惊讶、困惑，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疼。他大概在想，这个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会在这个年纪、这个场合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念舟从证人席上爬下来，他的动作比上去的时候慢了很多，像是用光了所有的力气。他一步一步走回旁听席，走到我面前，仰起脸看着我。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和平时一模一样，但他的眼睛不一样了，那双平时总是游离的不看任何人的眼睛，此刻定定地、稳稳地，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妈妈不哭，我把钱要回来了。我的眼泪在他说第一个字的时候就崩了，不是流，是崩，像是大坝决堤，所有的委屈、愤怒、绝望、震惊、心疼、骄傲，一股脑的涌出来，堵在喉咙里，化作无声的剧烈的颤抖。我蹲下来想抱他，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。他不喜欢被抱，我知道我不能在这么多人面前让他不舒服。念舟向前迈了一步，这是他主动迈的，不是被拉，不是被推，是他自己主动迈出来的。他伸出双臂环住了我的脖子，把脸埋进我的肩窝里。他的身体还是僵硬的，我能感觉到他的每一块小肌肉都在用力，他在用尽全力完成这个拥抱。他把脸埋进去之后就不动了，像一只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。但他没有推开我，这是我等了2年的拥抱。从3岁确诊到现在2年730天，他从来没有主动拥抱过我。我教过他无数次，念舟，来，抱抱妈妈。他从来不回应，就像我没有说过这句话一样。我告诉自己没关系，他不会表达情感，不代表他没有情感，他只是用他的方式在爱我。但那天我知道了，他不是不会，他是把所有想说的话、想做的事都攒在了一起，攒到最需要的那一天，一次性全给了我。休庭后的第3天，陆彦舟通过周律师联系了我，我们约在律所见面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陆彦舟，35、6岁的样子，戴一副银框眼镜，穿深蓝色西装，领带打得一丝不苟。他站起来迎接我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他的左手无名指上有一枚素圈戒指，已婚，但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枚戒指是他自己买的，戴了6年，假装自己已婚，以此避免不必要的社交。他说这是他做家事案件律师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，女当事人容易对男律师产生依赖心理，我得提前把这道线画清楚。他没说的是，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已婚人士，是为了让所有女性当事人都对他保持距离，唯独对我，算了，这是后来的事，不提。陆彦舟把念舟在法庭上的表现从头到尾分析了一遍。他说，念舟展示的不是简单的记忆力，而是超忆症级别的全息记忆。
普通人记忆一个东西需要重复很多遍，念周只需要看一眼就能把整个画面刻进脑子里。这不是训练出来的，是先天的，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神经认知特征。全世界有记录的案例不超过100个，但这种天赋往往伴随着严重的代价。陆彦洲说，语气变得很严肃，沈女士，你孩子的社交障碍和感官敏感很可能不是自闭症的独立症状，而是这种超强记忆力的副产品。他的大脑每天都在处理海量的信息，每一个画面，每一个声音，每一个触感都会被完整的储存下来，没有筛选，没有过滤。这对一个5岁的大脑来说是超负荷的。他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不跟外界交流，不是因为不想，而是因为他太忙了。他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处理信息，没有多余的带宽去学习说话这件事。我听得头皮发麻。那他为什么会突然在法庭上说话了？陆彦洲想了想，说了一句让我脊背发凉的话，因为他判断不说话的风险大于说话的成本。他不说话，你就会失去一切。相比于失去你，他宁愿选择用他讨厌的方式去沟通。这不是一个5岁孩子的判断能力，这是一个战略家的判断能力。战略家，他用这个词形容我的儿子。那天晚上回到出租屋，念周已经睡了。他的睡相很差，总是缩成一团，像一只受惊的小虾。我坐在床边看了他很久，想起他出生那天的事情。念周是剖腹产，出生的时候没哭。护士把他倒拎起来拍了2下，他才发出一声微弱的哼唧，然后就不出声了。我当时以为是正常的，每个孩子不一样，有的就是不爱哭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也许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信号。他不喜欢用声音，他更喜欢用别的方式。我在他的床头柜里翻到了那本民法典，书页已经被翻得很旧了，书脊开裂，有些页码折了角。我翻开折角的那几页，分别是第1062条、第1087条，以及我翻开第3处折角的时候，手顿住了。第1071条，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。这条法条被折了一个很深的角，书页上还有一个小小的铅笔画的圆圈，把非婚生子女4个字圈了起来。铅笔是2B 的，画得很轻，但痕迹清晰。念周知道什么？我把书合上，放回原处，心跳快得像擂鼓。我告诉自己不要多想，不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胡思乱想。但那个用铅笔画的小圆圈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脑子里，怎么都拔不掉。后来的事情证实了我的直觉是对的。法院重新调查顾晨舟的财产，不单单查出了他和林婉清之间的资金往来，还查出了一份我完全不知道的出生证明。林婉清名下有一个2岁的女儿，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父亲那一栏写着顾晨舟的名字，日期是念周确诊的那一年。也就是说，念周在医院被诊断为自闭症的那段时间，顾晨舟正在另一个城市陪着林婉清生下了他们的女儿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念周确诊之后态度大变，不是因为接受不了儿子的病，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另一个孩子，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孩子。念周对他来说已经不是第一个儿子了，他有了更好的选择，所以念周就变成了累赘。我在知道这个消息的那天晚上，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抽了人生中第1根烟。
呛得眼泪直流，但我没有停。我想用那种刺痛来提醒自己，不要再为他掉一滴眼泪，他不配。念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阳台上，站在我身后。我赶紧把烟掐了，转身看他。他看着我，然后伸出食指，点了点我的胸口，又点了点他自己的胸口，然后把手掌摊开，平放在他的心口上。这是他发明的手势语。我以前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，但现在我知道了。他在说，妈妈的心和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，你疼，我也疼。我把烟盒扔进了垃圾桶。第二场开庭之前，陆彦洲给我看了一份他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的材料。顾晨舟的律师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，一份针对念舟的精神鉴定报告，结论是顾念舟不存在明确的自闭症谱系障碍，其法庭表现表明其具备正常的认知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。鉴定人是一个姓方的教授，据说在业内很有名望，但陆彦洲查了他的底细，他收过顾晨舟父亲公司的咨询费，累计超过50万。这是伪证。我说，在法律上这叫鉴定意见存在利害关系。陆彦洲推了推眼镜，我们可以申请重新鉴定，但需要时间。顾晨舟打的就是这个时间差，他想用这份报告拖延抚养权的执行，同时反诉你利用未成年人谋取不当利益。我愣住了，他反诉我，还没正式提交，但已经在准备了。他的逻辑是，既然念舟没有自闭症，那么他在法庭上说的那些话就是你教的，那些银行卡号和转账记录也是你提供给他的。你利用一个有表演天赋的孩子来诬陷自己的丈夫，目的是多分财产。我气笑了。顾晨舟这个人，我跟他同床共枕7年，居然到今天才发现他有多狠。他不仅要我净身出户，还要我身败名裂。他要把一个母亲的守护扭曲成一个女人的阴谋。他要让所有人相信，我不是一个被逼到绝路的妻子，而是一个利用自己孩子的冷酷心机婊。陆彦洲问我打算怎么办，我说让他告。陆彦洲挑眉，他告我就必须证明念舟没有自闭症。我说要证明这一点，就必须推翻安定医院的诊断。安定医院是全国最好的精神专科医院，念舟的诊断经过了4轮评估，耗时3个月，参与的专家有6位，其中2位是国务院津贴获得者。顾晨舟想推翻这份诊断，除非他能证明这6位专家集体造假。陆彦洲看着我的眼神变了，从一开始的我来保护你，变成了原来你不需要保护。他笑了笑，说，沈女士，你有没有考虑过转行做律师？我说，先把我自己的官司打赢了再说。开庭那天，顾晨舟亲自出庭。他瘦了很多，眼下有青黑，西装看起来空荡荡的。短短2个月，他的公司已经走到了破产清算的边缘，合作伙伴一个接一个的撤资，银行收回了他的贷款额度，就连他父亲的公司都发声明说与顾晨舟先生个人行为无关。他的律师在庭上慷慨陈词，核心论点就是念舟没有自闭症，沈若棠利用孩子陷害丈夫。他拿出那份方教授的精神鉴定报告，念了一大段专业术语，试图让法庭相信安定医院的诊断是错的。轮到我们这边发言的时候，陆彦洲没有请念舟再次出庭作证。他做了一件更狠的事情，他把念舟过去3年在康复中心的训练视频剪成了5分钟的短片，在法庭上播放。
视频里，念周在训练室里反复练习一个简单的发音帽，练了整整2分钟才发出一个模糊的音节。旁边的康复师激动地鼓掌。另一个片段里，他在商场突然崩溃，躺在地上尖叫，用头撞地，周围的人纷纷避开。他的康复师蹲在旁边试图安抚他，花了20分钟才让他平静下来。还有一个片段，他在幼儿园被其他孩子推搡、嘲笑，他没有任何反应，只是蹲下来，开始用手拍地面，一下又一下，拍到手掌发红。视频放完之后，整个法庭沉默了很长时间。陆彦洲站起来，语气平淡，但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。审判长、审判员，这是我方当事人顾念洲过去3年康复训练的日常记录。这些视频来自3家不同机构的监控系统，时间跨度从2023年3月到2026年2月，未经任何剪辑和修饰。如果一个没有自闭症的孩子可以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，每天6到8个小时表现出如此典型、如此严重、如此持续的自闭症症状，那么我想请教方教授，他用的评估工具是什么？评估时长是多少？评估环境是否考虑了自闭症儿童对新环境的适应性？评估过程中是否记录了孩子的行为样本？还是说，他只是在办公室里翻了30分钟病历，就得出了一份与3家3甲医院、9位专家、历时3年、上千页康复记录相矛盾的结论？顾晨洲的律师开始翻文件，翻得很快，纸张哗哗作响。法官问方教授是否出庭，没有人回答。方教授没有来。他收钱了，但他不蠢，他知道在法庭上和陆彦洲对峙的下场。那份精神鉴定报告的效力被法院否定了，顾晨洲败诉。判决结果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好，念洲的抚养权归我，顾晨洲每月支付抚养费1万元，直至念洲22周岁。共同财产部分，顾晨洲转移的2300万资产被责令全额返还。另外，因为转移财产的行为构成了恶意，法院酌情判决他额外支付300万元的经济赔偿。林婉清名下的3处房产、2辆车、60万的表全部被查封拍卖，所得款项用于偿还顾晨洲欠我的债务。法官在宣读判决书的时候，念洲坐在我腿上，安静得像一只小猫。他不看任何人，低着头，手指在我手背上画圈，1个圈、2个圈、3个圈。我没有问他为什么画圈，我知道那是他在说我爱你。他在康复中心学会的第1个抽象符号就是圆圈，因为他没有起点，也没有终点，就像妈妈对孩子的爱。宣判结束后，顾晨洲的律师灰溜溜地走了。顾晨洲本人坐在被告席上没有动，像是被钉在了椅子上。他的助理过来拉他，他甩开助理的手，站起来，隔着整个法庭看着我。那眼神太复杂了，有恨，有不甘，有困惑，还有一种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，让我心里发毛的东西。他在重新审视我。结婚7年，他从来没有真正把我当成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对手，我只是他的附属品、背景板、工具人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手里握着2000多万的赔偿款，一份他无法推翻的判决书，以及一个他完全看不懂的儿子。他第一次意识到，他输了，而且是输给了一个他从未放在眼里的人。沈若棠，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玻璃。我没有回答。你赢了。
但是他顿了顿，嘴角扯出一个扭曲的弧度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法警过来把他带走了。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回过头来，最后看了念周一眼。念周没有抬头，依然在画圈。顾晨舟的眼神在那一瞬间变得很柔软，柔软到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。那种柔软转瞬即逝，取而代之的是熟悉的冷漠和疏离。他走了，念周的手指停了下来。妈妈，他说，声音轻得像风，他以后不会再来了。我愣了一下，你怎么知道？念周没有回答，他把脸埋进我的怀里，闭上眼睛，几秒钟之后就睡着了。呼吸均匀，睫毛微颤，像所有普通的5岁孩子一样，在妈妈的怀里沉沉睡去。我抱着他，在空荡荡的法庭里坐了很久。和解协议签完之后，我以为事情真的结束了。顾晨舟把该还的钱还了，林婉清的资产被拍卖了，念周的抚养权尘埃落定。我带着念周从出租屋搬了出来，在市中心租了一套2居室，离念周的康复中心只有10分钟的路程。每天早上送他去训练，下午接他回来，路上会经过一个公园，公园里有秋千和滑梯。念周不喜欢滑梯，但他喜欢秋千，喜欢那种规律的前后摆动的节奏。我推着他荡秋千的时候，他会发出一种类似于哼唱的声音，不高不低，断断续续的，像一首没有歌词的摇篮曲。康复师说这是他表达愉悦的方式。1个月后，我在整理念周的床铺时，发现了那支录音笔。它被塞在床垫和床头板之间的缝隙里，一个小小的黑色的圆柱体，上面贴着一张标签，写着 SRT， 我的名字缩写。我愣住了，因为我从来没有买过这种东西。我按下播放键，里面只有一段录音，时长40分钟。听完之后，我坐在念周的小床上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。录音里的内容是顾晨舟和他律师的一段对话，时间是第1轮财产官司开庭前1周。他们不知道被录音了，说话的语气非常随意，甚至可以说轻佻，像在讨论今天的晚饭吃什么。顾晨舟的声音，沈若棠那边不用急，先把婚内债务做实，让他签了协议就没法翻案。他现在精神不稳定，念周的病把他拖垮了，随便下他就签了。律师的声音，顾总，婚内债务这块需要他的签字认可，如果他不认，我们这边证据链有点薄弱。顾晨舟，他会认的。我跟他说公司欠了3000万，他连查都不查就会签字。他那个人蠢得很，说什么信什么。律师笑了一声，然后说，那念周那边呢？万一开庭的时候孩子出庭作证？顾晨舟打断了他，哈哈哈，他会说话吗？你见过自闭症孩子上法庭的吗？让他上去，法官问10句他答不出1句，那不是帮我，是帮倒忙。放心吧，他成不了事。顾晨舟的笑声在录音里回荡，尖锐刺耳，像指甲刮过黑板。我按下暂停键，深呼吸了3次，才继续听下去。后面是他们讨论财产转移的具体操作。24张银行卡的卡号，顾晨舟一个一个的念给律师听，让他安排把钱分散转出去。每张卡的卡号、开户型、户名、金额，他说得很仔细，像一个老师在给学生讲课，不紧不慢，条理清晰。他念的每一个数字，念周都记住了。录音的最后一段，顾晨舟说了一句让我现在想起来都脊背发凉的话，等官司打完，
念州那个孩子我是不打算要了。沈若棠想养就让他养，他那种人也只配养那种孩子。我关掉录音笔，手在发抖。念州什么时候放的这支录音笔？怎么放的？他怎么可能知道顾晨舟什么时候会跟律师通话？又怎么可能精准地把录音笔放在能录到声音的位置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我后来花了1个星期才拼凑完整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念舟有一个习惯，他喜欢藏在窗帘后面，不是躲，是藏，把自己卷进窗帘布里，只露出2只脚。他可以在里面待很久，不动，不出声，像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布娃娃。我以前以为这是自闭症的刻板行为，是为了寻求触觉上的包裹感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窗帘后面的位置刚好能听到书房里的声音。顾晨舟的书房和念舟的卧室隔着一堵墙，窗帘后面的墙角有一个空调管道穿墙而过留下的缝隙，不大，但声音可以通过。念舟在窗帘后面待了3个晚上，每晚2个小时，等到顾晨舟终于和律师通话的那一刻，他把录音笔塞在那条缝隙里，用1块橡皮泥固定住。橡皮泥是康复中心用来做精细动作训练的，他偷偷带了1小团回家。他用橡皮泥把录音笔粘在墙面上，角度刚好对准缝隙。录完之后，他把录音笔取下来，藏在床垫下面，每天检查1遍，确保它还在，还有电。3个月后，他带着它走进了法庭，但他没有在法庭上公开播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，在法庭上秘密录音的证据需要经过合法性审查，如果当庭播放，可能会被排除。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，用自己的嘴把录音里的信息复述出来。银行卡号、转账记录、门牌号，所有的一切，他不靠录音，靠自己的脑子。他把录音笔留给了我，不是作为证据，不是作为武器，是留给我看的。他在告诉我，妈妈，我不是突然变聪明的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。我只是等了很久，等到了一个最好的时机，然后做了一件我早就准备好了的事情。那天晚上，念舟睡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把录音听了很多遍。每听1遍，我就多1分理解，理解他为什么3年不说话，理解他为什么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，理解他看顾晨舟的眼神为什么总是那么平静。不是孩子的崇拜，不是儿子的依恋，是那种你已经看透了这个人，对他不抱任何期待之后才会有的彻底的毫无波澜的平静。他把顾晨舟分析得很透彻，一个自私的、精于算计的、永远不会把别人放在心上的男人。他没有用语言分析，他用自己的行为分析。他选择了沉默，因为说出来没有用。他选择了等待，因为只有等到对的时间，他的话才会被听见。一个5岁的孩子用了一个成年人都不一定有的耐心和策略，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反击。而我，他的母亲，全程只是坐在旁边哭。我把录音笔锁进了抽屉里，钥匙挂在自己脖子上，不是为了防别人，是为了提醒自己，这辈子再也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，哪怕他只有5岁，哪怕他一句话都不会说。钱拿回来之后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没有把那些钱存起来，也没有拿去投资，而是做了一件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我用其中一部分钱，在市中心开了一家自闭症儿童家长支持中心，不大，100多平，分成几个区域，一个活动室给孩子们做感统训练，
一个咨询室，请专业的康复师驻点，一个家长休息区，有沙发、茶水和一些关于自闭症的书。开这个中心的念头是在念周确诊后的第3个月萌生的。那时候我刚拿到诊断书，一个人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哭，旁边坐着一个大姐，大概40多岁，头发花白，手里牵着一个7、8岁的男孩。男孩一直在转圈，转个不停，大姐就那么牵着，不松手，也不说话。我哭完之后，她递给我一张纸巾，说了一句：“姐妹，别哭，路还长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的儿子是重度自闭症，不会说话，不会自己吃饭，不会自己上厕所。他一个人带了8年，老公跑了，婆家不要了，娘家也帮不上忙。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，给儿子做饭、喂饭、换衣服，然后坐1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去郊区的特教学校，下午再去接回来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我问他怎么撑下来的，他说了一句话：不撑怎么办？我死了他怎么办？就是这句话让我下定决心开这个中心。因为我不是一个人，有太多太多像我一样的母亲，在黑暗中独自摸索，没有方向，没有支持，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们你不是一个人，你的孩子有希望，你的付出不是没有意义的。我想成为那个告诉他们你不是一个人的人。开业那天来了很多人，陆彦洲来了，带着一束百合花，说是律所送的。周律师来了，送了一套儿童绘本，说是给念周的。念周以前的康复师也来了，送了一张他自己画的画，画上是念周在法庭上被罚点的样子，旁边配了一行字：最小的声音也可以震碎最坚固的沉默。我把那张画裱起来，挂在中心最显眼的位置。念周站在画前面看了很久，然后他转过身对我说了3个字：妈妈棒。我蹲下来看着他，他主动伸出手碰了碰我的脸，不是擦眼泪，因为我没有哭，他就是想碰碰我。他的手指凉凉的，指甲修剪得很整齐，他现在已经能接受我给他剪指甲了，这在半年前是不可想象的。念周棒，我说。他想了一下，说都棒。我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中心的运营比我预想的要顺利，也许是因为我自己的故事已经在圈子里传开了，很多家长慕名而来，他们带着孩子坐在家长休息区，喝着茶，说着那些在外面从来不敢说的话。我老公因为孩子的事跟我离婚了，我婆婆说是我怀孕的时候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，我妈让我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去。我不说我理解你，因为我知道这句我理解你有时候比任何安慰都让人难受。你理解？你怎么可能理解？你不是我，你没经历过我的日子，你没在凌晨3点抱着一个尖叫的孩子在客厅里走来走去，你没被陌生人指着鼻子骂不会管孩子就别生，你没收到过学校的劝退通知。所以我不说我理解你，我说的是我在。你难过的时候，这里有人；你想哭的时候，这里有纸巾；你撑不下去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人，他曾经也撑不下去，但他撑过来了，这就够了。中心开了3个月后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林婉清打来的。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从前了，从前的他是那种典型的名媛腔，每个字都像含着蜜糖，甜得发腻。但那天他的声音干巴巴的，像一棵晒了太久的草。沈若棠，我想见你。我沉默了几秒钟，说为什么？我想跟你道歉。我差点笑出来。
道歉？你现在来跟我道歉？你把我的婚姻毁了，把我的生活毁了，把我儿子的童年毁了，现在来道歉？道完歉然后呢？你继续过你的日子，我继续收拾你留下的烂摊子。但我想了想，说了一个地址，不是中心的地址，是一家咖啡馆，离中心2条街。见面那天，我差点没认出他来。林婉清瘦了至少20斤，颧骨高高凸起，眼睛下面2团青黑。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针织衫，袖口起了球，看起来不像是有钱人，倒像是一个被生活压垮了的普通女人。他的女儿没有来，他说孩子被送到他妈那里去了，我现在没有能力照顾他。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顾晨舟跑了。我没说话，他开始哭，断断续续地说着顾晨舟走之前的事情。他说他要出国发展，让他把卡里的钱转给他应急。他赚了300多万，然后他就消失了，电话打不通，微信被拉黑，连他父亲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他去找他父亲，他父亲说你们之间的事跟我没关系。他去报警，警察说这是经济纠纷，建议他走法律途径。他去找律师，律师说这笔钱涉及到之前法院判决的财产返还，情况很复杂，不一定能要回来。他把我也骗了。他说声音沙哑，他骗了你，也骗了我。我以为他跟你离婚是因为我以为他对我才是真的。结果呢？他连他亲生女儿都不要了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任何快感。我曾经以为看到他遭报应的时候，我会高兴，会拍手称快，会说活该。但真的坐在他对面，看着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我发现我什么感觉都没有。不是宽容，不是原谅，是麻木。就像一个被你恨了很多年的人突然倒在你面前，你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再踩上一脚了。我给他倒了杯水，他接过去喝了一口，忽然问我念舟还好吗？我没回答，我知道我没资格问。他低下头，但我女儿她可能也有问题。她2岁了还不会说话，不跟人玩，叫她也不理。我带她去看了医生，医生说可能是自闭症，让我做进一步评估。我看着她，忽然什么都明白了。她不是为了道歉来的，她是来求救的。顾晨舟跑了，钱没了，女儿可能患有和念舟一样的病，她一个人扛不住了。她来找我，不是因为她觉得对不起我，而是因为她想知道我是怎么撑过来的。我建议你找一家3甲医院的儿童保健科做一个全面评估。我说，语气平静的像在跟一个普通客户说话，如果是自闭症，尽早干预效果最好。这里有几家医院的地址和电话，你记一下。我从包里翻出一张名片，翻过来在背面写了几个名字和号码，推给他。他看着那张名片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这次不是那种委屈的、自怜的眼泪，而是那种绝望的、不知道该怎么办的、被命运掐住了脖子的眼泪。我认识这种眼泪，因为我也流过。沈若棠，他抬起头看着我，你不恨我吗？我想了很久，说了一个自己都觉得意外的话，恨你是我的权利，帮你是我的选择。这2件事不矛盾。他走了之后，我一个人在咖啡馆坐了很久。窗外的天快黑了，路灯一盏一盏的亮起来。我把林婉清用过的杯子收走，拿纸巾擦干桌上的水渍，然后站起来准备走。就在这时候，念舟从外面跑了进来，中心的工作人员带他来接我，他等不及了，自己先跑进来了。
他跑到我面前，仰起脸看着我，忽然说了一句话：那个阿姨哭了。他看到了，他在窗外看到了林婉清在哭。我蹲下来，他很难过。念周歪着头想了想，说了一句话，让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。他的小孩跟我一样吗？他知道，他一直都知道。他知道自己有自闭症，他知道自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，他知道那些异样的眼光和窃窃私语意味着什么。他不是不懂，他只是从来不说。而现在他不仅懂了，还会去关心另一个和他一样的孩子。也许，我说，所以妈妈把医院的电话给他了。念周点了点头，然后伸出手牵住了我的手。不是拉，是牵，手指扣着手指，掌心贴着掌心。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牵我的手，不是被动的、勉强的，为了完成某个指令而做的，而是真正的、发自内心的想要和妈妈手牵手。我们牵着手走回家，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一大一小，紧紧地靠在一起。念周忽然说了一句：妈妈，我想要一个妹妹。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。你说什么？妹妹？他说，像那个阿姨的小孩。我想教她拼乐高。我停下来看着他，他的脸上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，不是平静，不是木然，而是一种柔软的、带着期待的光芒。他在笑，不是那种嘴角微微上扬的笑，而是眼睛里带着光的那种笑，整个人都在发光。好，我说，那你要先学会跟别的小朋友说话。他想了想，表情变得很认真，然后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。那天晚上，念周在睡前跟康复师视频通话的时候，破天荒地说了一句完整的话：张老师，我今天牵妈妈的手了。妈妈的手是热的。康复师在屏幕那头愣了3秒钟，然后哭了出来。我在这头也哭了。念周看看康复师，又看看我，淡定地说了一句：你们大人好爱哭。1年后，念周6岁了，身高长了1截，袖子不再嫌长，裤腿也不需要卷了。他的语言能力在这1年里有了质的飞跃，从只能蹦单词变成了可以说短句，偶尔还能说一段完整的话。康复师说他的进步速度在所有的案例中都算快的，但他也提醒我，念周的语言发展可能会一直存在障碍，他也许永远都无法像普通孩子那样流畅地表达自己。但这些都不重要了，因为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。他用乐高搭出了一座城市，有高楼，有桥梁，有公园，有学校。他在学校的围墙上搭了一个小人，小人旁边搭了一个更高一点的小人，2个小人手牵着手。我看了一眼就知道，那是他和妈妈。他用乐高说：我爱你。中心越办越好了，我们有了固定的场地，有了一支专业的团队，有了一批稳定的志愿者。很多家长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，很多孩子在这里得到了专业的干预。有一对双胞胎自闭症男孩的妈妈，在我们中心的帮助下，学会了怎么跟孩子沟通，怎么管理自己的情绪，怎么在绝望中找到希望。他跟我说：沈姐，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说：救你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我只是给你递了一根绳子，绳子还是你自己抓住的。那天我收到一封信，没有署名，邮戳来自国外。信封很薄，里面只有一张纸，纸上只有一句话：沈若棠，我把一切都还给你了，把念周还给我行不行？是顾晨舟的字迹，我认的。我把信撕了，
扔进垃圾桶。然后给陆彦洲发了一条消息，如果顾晨洲联系你，让他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解决。我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私人联系。陆彦洲秒回，收到。过了大概10分钟，他又发了一条消息，沈若棠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，念洲需要一个爸爸？我看着这条消息，愣了很久。念洲从房间里跑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朵纸折的花。他把花举到我面前，说：“妈妈，给你，张老师教我的。”纸花折得很丑，歪歪扭扭的，花瓣大小不一，但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好看的一朵纸花。我蹲下来亲了亲他的额头，谢谢宝贝。他难得的没有躲开，他站在原地让我亲完了，然后伸出小手拍了拍我的脸，说：“妈妈，我保护你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他想了想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一辈子。”我笑了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但我忍住了，没有让它掉下来，因为他说过，大人好爱哭，我不能让他觉得自己的妈妈是个爱哭鬼。窗外是深秋的天空，蓝得不像真的。远处的梧桐树叶子全黄了，风一吹就哗啦啦的往下掉。我想起2年前的那个秋天，我抱着念洲蹲在民政局门口，兜里只剩87块钱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2年后的今天，我兜里有多少钱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身边站着一个小小的、安静的、与众不同的男孩，他用他的方式告诉我，只要他在，我就永远不会一无所有。念洲拉着我的手往房间走，说要给我展示他新搭的乐高城堡。城堡很大，占了大半个房间，有城门，有塔楼，有护城河。城门上方用乐高拼出了2个字母，R和N， R是若棠，N是念洲。城堡的正中央站着2个小人，一个高，一个矮，手牵着手，面朝远方。我在念洲面前蹲下来，把他的刘海拨到一边，他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像2颗黑葡萄。念洲，妈妈爱你。他看着我，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我也是。”这不是他说的最长的一句话，也不是他最流利的一句话，但这3个字我等了6年，值了。客厅里手机又震了一下，我拿起来一看，是陆彦洲发的最后一条消息，只有一句话。我看了很久，久到念洲开始拉我的衣角催我走。沈若棠，我想做那个站在你和念洲身边的人，不是同情，不是施舍，是我想。你不用现在就回答我，但请你记住这句话。我没有回复，我把手机揣进口袋，牵着念洲的手走进他的房间，去看那座属于我们2个人的城堡。窗外的阳光很好，照在乐高城堡的塔尖上，折射出细碎的光芒。念洲把最后一个乐高小人放在城堡最高的塔楼上，然后转过头来看我，嘴角微微上扬。那不是笑，或者说那是他特有的，全世界只有我能辨认出来的笑。我蹲下来，和他额头抵着额头，闭上眼睛。他在我心里说：“妈妈，我帮你打赢了。”我在心里回答他：“你赢了，宝贝，你赢得彻彻底底。”